好，我们今天再画一幅紫色的荷花。这个可能有很多同学他对调色可能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我是很随意的，就是有什么颜色就调什么颜色。今天我就先给大家把这个颜色调好啊，这个是花青，这个是胭脂，我们可以先用一支小笔把这两种色调一点在一起。花青一定要少一点不要偏得太蓝。胭脂色可以多一点，然后可以把这个颜色先调的时候我们用小笔调的时候，把它稍微的调浓一点就像这样，稍微的浓一点。因为待会儿我们蘸颜色这个都是用笔尖去蘸颜色，所以你这个颜色调的稍微浓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好，现在换一支大笔，先调焦，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这个紫色。紫色也是不要画得太深我们稍微把它画淡一点，所以我们笔尖调的这个紫色一定不要太深了，稍稍的淡一点，它画出来会好看很多。然后这朵花是朝右的所以说我们的笔尖就要对着右边笔根要对着左边。朝右边的花不是太好画，它不是太顺手。现在所有画的我们都是在造型，其实所以说每画一笔我自己都要看一下这个形怎么画出来好看。其实我们这朵花着重要处理的就是在这些位置
像这个地方是斩花蕊莲蓬，先画一画，待会儿再来加里面的深色。就是我们画这些东西画出来，你自己要看得懂啊，因为它跑了嘛，你看很多地方都跑了，你自己要能看得懂我哪一半画的是什么地方。要不你待会儿加第二遍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了，又不知道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像这些。特别是里面这些小瓣的地方，很容易它就跑掉了。这朵花有点是正面的感觉，所以说它很多花瓣都很细，因为我们是从正面去看的。同学们在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些细节。这一半花瓣我们要把画长一点。画一支小一点的。这个颜色调的太深了一点啊，先还是不要调的太深。但是如果你调的太深了，你就不愿意去洗它，我们就可以画一点比较深的地方，这个也可以啊。这里面跑得太厉害了啊，我都有点看不清我之前画的，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跟着自己的感觉把它理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图片就用上了，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图片。其实图片只是拿来参考的，就它里面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啊，可能有点看不清了，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感觉有点干了的感觉啊，我们画快一点。稍微深了一点，我感觉画的，主要是开始讲的时候画的太慢了，所以说它有些地方有点干了。我现在动作快。
加了这个深色，马上很明显效果。这个位置跑的太多了所以说一定要好好处理一下。感觉画的深了一点，这个位置压一下。所以这里面的颜色我们只需要把它加深就行了。让它自然的跑出这种肌理。
了很久了，这朵花已经。但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层次要画够啊！你不管你画多久，就是这里面的次数一定要画够，你只画1、2遍，它肯定是跑不到这个效果的。所以你看我这里面至少有些地方画10几遍、20几遍，一直在加这个颜色，一直在加深，其实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过渡。每一层过渡其实有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些阴影，或者留下一些影子。它不是说它跑了它就没了，它跑了那个颜色还是在上面的。所以我们这个次数很重要啊！你要想画1、2遍就画出这种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用浅颜色啊，一遍一遍的在上面加。最后才是提一点深颜色。这样就很漂亮了，是吧？这个深色只是点睛啊，点睛之笔，有一点深，它会显得这个花立体感更好。不需要你每一半都去把它加深啊，我们只是找重点的地方来画。好，花就是这样啊，马上来画莲蓬。画莲蓬也是啊，我们先调一个深一点的、浓一点的颜色，不要调得太淡啊，舔笔纸，把笔舔干一点，调浓一点。因为这个紫色已经跑得很多了啊，我们这个颜色我不想让它再跑了，所以稍微的有一点浓度，它不会跑那么厉害。稍微偏蓝一点的绿，颜色深了一点，加一点褪黑。你其实画也可以像我这样啊，先试一下，不一定就颜色调得正确啊，先试一笔，如果颜色没调好，我们就重来就行了，加一点颜色就行。你看这些颜色啊，其实刚才里面的这些颜色，现在几乎都被挡住了。我感觉也太干了一点啊，这个颜色一点都没有好，也不好看。所以说这个度一定要掌握好。不过没关系，还好只有一点点啊，这个还好。然后墨加一点胭脂啊来对线。这个要勾圆啊，把它勾圆一点，因为是正面的，正面的我们看见的莲子是比较圆的。我们这儿就要说到这个点白啊，
点白是你勾了也可以点，一开始也可以点，所以说它这个没有特定的，你不用去纠结啊，要先点或者后点。你看我就现在画完了，我再来点也可以，就是太白加一点涂控，点连指。只要有一点就行了，有一点让它颜色有点变化就行。好，点花蕊，就是这样。其实很简单，花蕊很简单，只是说花蕊的这个形你要点好，哪些位置该有，哪些位置不能点。就是这样跟你说吧，画的不好的位置点。它可以走什么地方出都可以，走这个上面出也可以这样出干也可以，这样出干也可以，走下面出干也是可以的就是看我们想从什么地方画。但是我想的是从这儿出干，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待会儿看画一片叶还是画一个什么，把它打一下。先还是调一个墨，之前我们画的是用颜色画的干，但是我觉得颜色画这种紫色的花不好看，我们还是用墨来画。墨还是先调一个淡墨不要太深了，这个墨不要加胶，然后笔尖调一点深一点的墨，这样它会有变化。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如果是朝左边画手不顺，那我们可以把纸转一下，把它转来这样立着画，它这样手就要顺一点花心在这儿看得见莲蓬在这儿。这样画它就好看一点，画起来手比较顺然后我们要加叶的话，要等把这个纸裁出来了再来加。我们先点一点点，淡墨的干点点也不要调得太深的墨比这个现在画的淡墨深一点就可以。还是转过来点好点一点。
好，画完这一步就是等一下，等它干，等这个干了过后，我们再来裁这个纸，把裁成圆形的过后，然后我们这个方向还可以自己转动啊，不一定，因为是圆形嘛，也就不一定是按照这个方向来摆。待会儿转一下，看哪个方向比较好。好，这张我们要加一个背景啊，加背景呢，我之前想了很久，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再加一个莲蓬。但是这一幅的莲蓬我们就画成是墨的，用墨来画莲蓬。之前的莲蓬，基本上是用颜色画的啊。这一幅我们用墨来画一幅莲蓬。先调一个淡墨，这样就可以把这些莲蓬啊这些的技法都给大家讲到不同颜色的。其实墨画莲蓬比颜色要难画。因为墨它跑墨还跑得厉害一点，颜色它有一定的浓度，它重一点的墨，不是淡墨，也不是浓墨啊，比淡墨淡一点，比淡墨浓一点，比浓墨淡一点啊，它叫重墨。但是这是第一步啊，后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用这个浓墨来画。淡墨里面不要加胶啊，淡墨里面不能加胶。画之前稍微压一下，因为水分很大，我刚才感觉。控水其实就这么简单啊，你就是控制水分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合适能画。这个莲子啊，凸出来的，因为它是在最靠边的地方，我们可以画一点凸出来的莲子。然后注意这个的大小啊，不要都画得一样大，有一些稍微小一点，有一些稍微横一点，有一些稍微竖一点，然后画出它不同的这种变化出来。如果你都画得差不多大，其实是不好看的。还是一样啊，勾一下，围着这个你勾过的这种线啊，再勾一根线。这个有时候勾一根，有时候勾2根啊，看你这个留的宽窄。如果留的太宽的，我们就多勾一点；留的比较窄，就勾一根线就可以。现在我的墨都用的有一点浓了啊，不过没关系啊，它本来是湿的，它会跑一下的。就这个画要画的随意一点啊。好，画完了，我们讲了啊，和这个莲蓬它有一个荷叶边，这个一定要把它勾出来啊，它跟这个
莲子的洞有一段的距离，这个要把它留好。这些其实都是在写生里面啊，我们能够要注意的一些东西。就我给大家讲完这个课过后，你们的写生啊这些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方法就是这样的。至于每一种的不同啊，那个就是根据我们看见的东西再去做变化。这个就是注意不要画到花瓣里面去就行了，不过有一点跑进去也没关系，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把它画黑一点，扦插一下，不要让它太干净太光滑。好，该加莲子的加莲子啊，在这个洞里面我们加一个莲子，然后周围它肯定有一些空隙的地方，空隙的地方我们就要用墨把它填出来啊，一定要记住。像这种没有莲子的，莲子已经掉了的，直接用浓墨把它填出来。填的时候你也可以离开一点啊，稍微留一点距离和这个线，但不要留得太宽啊，留窄一点，让它自然的跑一跑。因为纸整个还是比较湿的啊，它还是会跑的，你画上去。如果你画得太满，它可能就往外跑，待会儿你勾的这些线就看不见了。所以说我们留了一点距离，它这样跑就刚好跑到你画的第一根线的这个位置，它就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些都是控水的方法，水分多我们就少画一点，水分少我们就画湿一点，就是其实很简单，但是要你自己练习。你要自己去掌握，自己去试，每一种情况你可能都能遇得到。然后我们试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用多大的水分，这个是很重要的。画画其实很简单，技法不重要，真的，技法是最简单的，想法很重要，知道吧？你要画一张画出来的这个你的这种构图啊，你怎么来表现它，这种想法是很重要的。技法都是能够练好的，你只要稍微勤奋一点，肯定是能够练好的。好，画完这一步过后啊，我们要调一个稍微浓一点的墨，因为我觉得这个干，因为这个本来画的这么黑啊，我们这个干可以画什么？画深一点，所以我们笔尖调一点点浓墨，而且这个地方还看不见干啊，它还看不见干，被这个挡住了。我就要想一下，我们干要怎么出？但是从这儿出来啊，怎么走都可以，其实。主要是我要想一下这边怎么出啊，这边很重要，要不就这样出，这样出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就要画的老辣一点，为什么要画的老辣一点？因为它是干了的莲蓬，莲蓬都干了，干肯定也是干的，对吧？所以说它这个线条就可以画老辣一点。就是有一个胶带就行了，这个位置啊，它这儿长了个莲蓬树。这步完了，我们要等它稍微干一点，干一点过后画什么呢？我们还要加一片叶，在这边啊，一定要让这两根干，因为这两根干现在是有一个交叉，是吧？能看见它有一个交叉，这种交叉其实在画面上是不好看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理它呢？要不就这儿再加一笔，然后我们再加一片叶，让它虚化一下。我觉得可以啊，我们这个地方来加一笔，这个加一笔就是加一个干的干，干上什么都没了。
就是干的啊，它什么都没了，干上面断了的干。但这个笔有点发差，发的太厉害啊！但是不影响，因为我们要加液的话，它都不影响。现在我们可以稍微修整一下这个外形啊，修整一下莲蓬的外形。我们可以用一点淡墨，把这个外面勾一圈。这样待会儿画了液过后啊，它不至于破坏我们里面画的莲蓬。这个都是为了下一步来做准备的。好，我想了一下，我们还是不要等它干，就是趁湿的时候画。然后我们这个画这个的时候加一点胶，在墨里面加一点胶。用一支大笔，把胶调好。好像深了一点，这个胶明天要重新调了，重新录刻，重新调。其实有时候你的胶啊用脏了，然后用不完了，我们就拿来画。加一点水，下面让它淡一点。有一点残褐的叶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上面我们应该再加多一点，加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地方太平了，看见没有？这个和这儿是平的，完全在一根线上面。然后我们或者是把纸横一点啊，也可以横一点，但是还是要往这边加一点点，至少要加过这片花瓣。这样我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好，你看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一点？我们就算再斜一点，它也很好看，对吧？到时候的字我们可以写这儿，可以写这个位置，但也可以这张也可以不写字，只盖2个印章，盖3个，一个银手，2个名字章。
这样也是很好看的。写字有点多，因为这边有线了，我们如果再去写字的话，它就有点多了。现在就是要等它半干啊，等它半干了，然后我们撒一点水，让它做一点肌理出来。因为这个面现在是很平的面，是吧？它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我们不要它太多的变化，我们就有一点肌理就可以了。这张画是故意不要让它有变化的，所以我调了一个墨，然后一遍画完。我们就因为这里面的变化太多了，如果你这儿的变化再多，它就不好看了，知道吧？这都是有一个画画的道理在里面啊。一个多，一个就要少，一个实，一个就要画的虚。比如这个画的虚，你看我们这个就画的比较实啊，它所以说它两个在一起，它才会有什么？才会有这种冲突啊，你才会有一种视觉的一种这种冲击力啊，它才会显得好看。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以后在创作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些问题。你看，一个干，一个就润，对吧？我这个干画的干，我背景就画的润一点，然后这个是有颜色的，那我背景就不能有颜色了。如果你背景的这个叶子画成是绿色的，它就俗气了。这些都是画画的道理，就是我们在之后创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而且我们这期的课程还有很多节目，然后我都会讲到一些这些问题啊。好，现在就是等它半干，撒一点水，这个我就不录了啊，我们这堂课就结束了。因为前期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洒水的技法，那个没什么好，就是一直讲的啊，因为那种技法很简单，但是那种技法要等很久。这个只要等它半干，有时候它半干1个小时、2个小时，有时候快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也要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一步我们就不录了，本来这张就是点2点水上去就可以了，就不录了，这张画就结束了。